喂，蓝二公子，你放开我，我自己走成不成？蓝忘机心知一放手，他马上又要跑出去，拎着他的衣服后领就往客栈走，对他的挣扎无动于衷。拖他进客栈时，旁边一对正要投诉的小夫妻好心地问道：“这位仙君可需要帮忙？”魏无羡忙点头：“要的，要的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多谢，不过不必了。”那对小夫妻竟点点头，转过身去了。魏无羡又挣扎起来：“喂，你们误会了，被绑架的人是我，需要帮忙的人是我。你们别看他这样，其实是个绑匪啊！”无奈，那对小夫妻看了看仪表不俗、浑身正气凛然的蓝忘机，实在难把他想做绑匪，又默默转过身去。魏无羡心道：苦也！他原本想下山探查时寻一机会溜之大吉，可途中屡次试图逃跑，下场无一不是被蓝忘机单手提着拎回去。算上这次逃跑，已经是第10回了。招魂仪式鬼手重伤蓝启仁后，蓝忘机认为此次夜猎必凶险异常，孔小贝会遇到危险，便只捎上了魏无羡一个人。可也就是因为只带了一个人，盯他盯得死紧，几乎寸步不离。他原本想趁蓝忘机睡着了偷偷溜走，谁知蓝忘机五感超绝，他一只脚刚迈出窗户，蓝忘机就已经从旁边房间出来，在窗户下面等着他了。无法预见脚程又不比蓝忘机，最终还是被逮了回来。魏无羡认命般的放弃挣扎，在蓝忘机看不到的角度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又吐了吐舌头。他不在的这13年里，蓝忘机已经从那个经不起撩拨的俊俏少年，变成了冷若冰霜的俊美男人。虽然长得是愈发好看了，但人也更闷了，对别人调戏他的行为几乎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。而究其原因，他实在是功不可没，如今看来可真称得上是自作自受。魏无羡一边被提着后领倒着走，一边道：韩光俊，你说说，哪有你这么死脑筋的？我是说过我喜欢你这样的，但又不是非你不可，你还想让我一辈子跟着你不成？蓝忘机停下来看了他一眼，魏无羡心道：真是嘴贱，怎么又提起这茬？他听了不得再生多大的气，真惹恼了他，这辈子都别想从他手底下逃跑了。好，我开玩笑的，当时图一时嘴快，惹怒了蓝二公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如何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说喜欢您这种话了，怎么样？谁知听了这句话，蓝忘机提着他走的速度更快了，魏无羡险些被带倒。好在他脚步踉跄时，蓝忘机立刻就转过了他的身子，将提着改为抓着手腕。魏无羡心道：蓝湛怎么看着更生气了？莫非他还希望我一直喜欢他不成？不可能，蓝湛怎么也不会喜欢一个男人，还是一个脑子有病疯疯癫癫的男人。我看也就是活得太无聊了，好不容易出现了点新鲜玩意，一时好奇，等他发现自己完全接受不了，这股新鲜劲也就过了，到时候不主动把我赶远点。想通这点，魏无羡立马改变策略，决定把蓝忘机恶心到受不了，最好是一件把他轰走的程度。于是当晚，魏无羡就爬上了蓝忘机的床。蓝忘机站在床边，肃然道：你的房间在隔壁。魏无羡一把将自己外袍扒了往床外一丢，揉着声音道：我不，你都知道我喜欢你了，还不放我走，那是不是说明你也有那个意思？既然都这样了，不如直接一起睡，也方便韩光君盯着我，防止我乱跑不是？这些话他自己听着都恶心。魏无羡心道：蓝湛肯定受不了了，待会就……谁知蓝忘机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转身去关门熄灯，沿路顺带将他衣物捡起来，然后宽衣上床，伸手拉过他旁边的被子盖到自己身上，仿佛真的认同了他方才那番说辞。蓝湛果然不信，看来光说不行，还得来点实际的。他的手慢慢往蓝忘机放在被子外边的手探去，先是装作不经意地碰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地勾住了蓝忘机的小指。蓝忘机果然立即张开了眼睛，黑暗中朝他看过来。那根细长白皙的手指似要抽走，魏无羡慢慢勾起嘴角，心道：受不了了吧，再给蓝二公子来一剂猛药。他将自己的手指插进蓝忘机的指缝中，慢慢收拢，这下两人十指相握了。接着魏无羡学着春宫话本里说的，抬起略显湿润的眼眸，在黑暗中望着蓝忘机。我手冷，其实他原本想说官人，我冷，无奈要他一个大男人对另一个男人叫官人，想来实在头皮发麻，所以张嘴时只说了后2个字。明月如练，
蓝忘机的睫毛在眼下投射出一小片阴影，魏无羡不知他此时心里在想些什么，正暗暗猜测蓝忘机待会是要把他一脚踹飞，还是一剑劈开。蓝忘机终于做出反应，他撑起上身坐了起来，然后将身子向他的方向压去。魏无羡一时屏住了呼吸，他记得那春宫里说完这句话后，两人就开始互扒衣服，滚作一团了。蓝湛这架势这神情，不会是看过这本书吧？蓝忘机从上往下俯视的角度极具压迫感，魏无羡喉头攒动了下，不由得感到紧张，另一只手的手指在被子下慢慢地扣着床单。好在蓝忘机并没有彻底压下去，而是伸出空着的那只手，将他滑落肩头的中衣拉上，然后替他掩好被角，又静静躺了回去，仿佛早已习惯这样而做出的再自然不过的动作。两人的手仍是握着的，另一个人的体温从手指掌心传过来，这感觉实在是很微妙，再加上和他握手的对象是蓝忘机，这感觉就又多了几分诡异。魏无羡握了一会儿后，慢慢想到，原来蓝湛的手心是暖的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蓝忘机这个小古板总是冷冰冰的，说话冷，眼神冷，就连身上也跟感受不到温度的死人似的，无论多热的天，衣服都穿得一丝不苟，严严实实，所以魏无羡一直觉得他肯定是那种手脚冰冷的人。但蓝忘机和他一样，手脚是暖的，不管他个性如何寡淡凉薄，身上也是有温度的。魏无羡觉得自己今晚的计谋算是彻底失败了，正欲把手抽回来时，发现手竟抽不回来了。蓝忘机臂力超长，手指无需费力，就像铁铐一样牢牢锁住他的手，令他动作不能。魏无羡难以置信的又抽了几次，可任他如何使力，蓝忘机自岿然不动。魏无羡一僵，不会吧？难道蓝湛打算握一个晚上？和一个男人？任魏无羡使尽浑身解数，仍是无法将自己的手抽出来。一想到这一事在遇蓝忘机后就一直被他压制着，饶是他绞尽脑汁也无法从蓝忘机手中逃脱，憋闷和落败感一齐袭来，逐渐有些气急。魏无羡冷冷道：“蓝二公子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请不语。”魏无羡有些愠怒：“废话，睡着了怎么说话？蓝二公子不想让我说话，就放开我如何？这么握着叫别人看见了多不好。韩光俊你是无所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拉着你不放，把我当什么呢？”他言语中已有些气急败坏。蓝忘机不答，魏无羡见他毫无反应，心道：以前聊他还知道害臊，还臊得怪好玩，可如今非但八风不动，还学会反击了，真当他不会生气，岂有此理！听到了没？你放手啊，再不放我打你了啊，韩光俊！其实说实话，魏无羡并不想与蓝忘机交手，一是他和蓝忘机交手的那几次，两人皆是平手，他没捞到过一点好处，更何况蓝忘机此时的实力早已远超从前，各家先手中出其右者没几个。二是因为他这具白得的身体资质实在太差，非常影响他的发挥，就算他想打也力不从心，所以两人若真的打起来，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几成胜算。谁知蓝忘机听了他这几句话，非但没有要放手的意思，反而握得更紧了，两人的掌心紧紧相贴，分明是极具亲密的握手方式，但此时的气氛却剑拔弩张。魏无羡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蓝忘机明显是在用无言的态度告诉他，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眼里，因为他确信自己不会和他打，而且打也打不过。一个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小看，魏无羡心里轰的燃起一团火，脚上使出半力朝蓝忘机腹部位置踹去，这一招在战斗中常常用作拉开与敌人之间的距离。魏无羡的意图也并不是真的要踹中蓝忘机，他相信蓝忘机绝对能躲过，只想对方会为了避开攻击而松开他的手。谁知蓝忘机像是早已预判出他的动作，立即伸出一膝将他直踹过来的脚顶开，然后用膝弯将他小腿圈住。这下魏无羡一手一脚都受制于人，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。两人面对面侧躺着，蓝忘机看着他休息。如果说之前只是不悦，这下魏无羡彻底恼火了，也不再控制力道，一拳直朝蓝忘机下巴挥去。蓝忘机为了箍住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，致使二人距离极近，这一拳本是要硬挨的，但他猛地翻身，颠倒了二人位置。魏无羡这一拳打到了床板上，发出咚的一声巨响。魏无羡一跃而起，与蓝忘机相互拆招。他手下动作极快，蓝忘机虽身处下方的不利位置，
但动作却从容不迫。他手肘正要朝蓝忘机腹部顶去，蓝忘机伸手去挡，结果一把错抓在他的肩头，哧啦一声，中衣被扯作两半。莹润的月光下，魏无羡露出一大片白皙光滑的胸膛。两人皆是一愣，魏无羡先回过神，正欲扑上来，蓝忘机翻身又将他压在身下。木床发出吱呀一声哀嚎，魏无羡趴在床上，双手被蓝忘机反剪到身后。大抵是觉得这个动作十分受制于人，有些屈辱，他嘴唇抿得死紧，眼角带上恼羞成怒的薄红。蓝忘机危险的声音传来：“别动了。”魏无羡挣扎得更加厉害，换你趴着试试，你才不要动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